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部 W126的300 SEL 的引擎维修测试。这部车大哥把高压线已经全部都换新了。我们刚刚有看到它高压线是有3条高压线是断线的。所以说这高压线我们必须要全部都换新。火星塞的部分呢，因为它是用到了这个有含电阻的火星塞，正确的如果是欧规的车子应该在这个位置水箱罩这个位置有看到它应该是 Bosch 的 H8DC 或者是 H7DC。那如果错误的话是 HR 多个 HR7DC 的话，它是有电阻的，那会使得我们的火花会减弱。因为 HR 有电阻的是在新的电子喷射没有高压线的引擎上面才会用那个有加 R 有加电阻值的。那因为我们在90年代的车子呢，都是有高压线有分电盘，那高压线本身都已经有电阻了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K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梅路的梅路的我们就看到它最下面有写个5K 欧姆那因为它有每条高压线都有加电阻，有加电阻的话，就是为了防止那个 FM 的那个无线干扰因为我们高压线已经加电阻了，所以火星塞再加电阻的话，那当然火花就会减弱。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喷射，没有分电盘，没有高压线，所以说没有加电阻的火星塞已经很难买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哥已经把它换掉了。那至于分电盘的部分呢，大哥没有更换，但是我有拆下来，把它的接点重新再整修一遍。因为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不该更换的、能够整修的，我们就尽量花最少的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再来喷油嘴的部分大哥已经全部都整修过了。因为喷油嘴我们有看到它都堵塞的相当严重，而且外表也很肮脏。喷油嘴是一定要整理的。至于说那个分电盘的部分分油盘，因为30年的车子因为又不常开，汽油挥发掉之后的胶质会累积，造成我们整个油路包含分油盘跟喷油嘴都会堵塞，被胶质堵塞，就有点类似强力胶干掉，那个就是胶质啦。那因为胶质堵塞之后呢，就造成供油不顺，供油不顺的话，车子就没力，因为有1-2缸不出油，结果我们油门一踩中，当然就是其他正常的油的喷油嘴就供油就过多了，会造成冒黑烟，也就是说耗油。那你看大哥这边已经有整修过的喷油盘，都是有写它的日期、测试日期，然后验证。因为大哥要对这个喷油盘要负责。那喷油盘经过整修过之后呢，依理论上来推估，如果油箱是新的话，那这个喷油盘再被污染的时间应该20年吧。大哥，这是大哥的初步的估计。也就是说，如果如果油箱是干净的，不会2次污染的话，那这个喷油盘至少也应该在那个20年吧。那再来，大哥有接这个回油量的表，也就是说，我们汽油从这边进，从这边出，从这边出的话，它1分钟的出油就是回流量它这个回流量应该要1分钟要流回至少2公升以上，
才够这个分油盘的供油来使用啊。所以大哥会接个这个流量表从这边检测它从回油管流回油箱的油到底1分钟有流多少，是不是达到要求？如果没有达到要求的时候，代表油箱可能堵塞了，流下来的油不够汽油帮浦来工作打到这里来，那也有可能是汽油帮浦的压力不足老化了。不过这部车子，大哥有发现它的汽油帮浦的状况不是很好，外观很污浊。那以判断来讲，这个最好是能够把它更换掉，否则什么时候？虽然目前我们大哥测出来的会是很足够的油量，但是什么时候因为碳刷磨损挂点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再来，黑豆干的部分，大哥有检测它的出来给高压线的这个电压值也够的是 OK 的。那大哥有接2个油表就上游式、下游式的油表。那这边有3个电表，这个电表呢，就是在检测我们这个插压阀的工作状况。电流量，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流量感知器的参考电压。第3个呢，这个就是怠速马达，怠速马达的工作状况。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废气的含氧量的检测。OK， 那再来这个呢，就是转速表，就是引擎的转速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等冷车发动的时候，它的转速应该会偏高，也就是说会提速，冷车会提速，会供油也会增加，使得我们冷车好发动。现在大哥来做一个对，还有忘了讲一点它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的那个曲轴正时的感知器是线是断掉的，那大哥已经把它换掉了因为这部车后来大哥发现说它没办法不点火了。那不点火呢之后呢，这条线这正时感应线是已经断线了。OK， 那大哥现在来做第一次冷车的发动。那冷车发动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转速可能会在900那因为水温的关系。OK， 好。大哥现在来做第一次冷车的发动。大哥来开红火。我们看到它的温度，温度是在40度以下。OK， 好，大哥来做第一次冷车发动。OK， 已经发动了。我们看到转速大概在900多，快1000。那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它转速会掉下来的。OK， 我们来看到右边的最左边的这个是4.3这个 milliampere， 这个是我们的插压阀在工作状态再来看到这 1.03， 目前是因为转速提高了，也提速，所以说它的流量感知器它的参考电压是 1.0。那 5.4 这个是怠速马达也在工作当中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
它的流量表也就是说汽油的回流量，目前我们看到小的数字是在，我看看，因为反光的关系，在2.4左右也是达到2.0以上的要求啊。我们来看，哇，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目前它的含氧量我们左上角的含氧量是1.8，1.9这个代表它的含氧量是1.8%，2%。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换算成我们验车这是1990年代属于第一期的环保标准的话，它应该是在4.5的 CO 值%以下。那如果换算成，如果目前因为现在还在冷测状态，所以它的含氧量还会再降低，代表说排气管我们来看一下，代表它排气管的含氧量越低越好，表示说完全燃烧我们有看到，这是大哥从管子上接过来的。那目前大哥来，应该温度应该有稍微高一点了。OK， 我们现在看到左上最左边的这个电流量它有改变了，已经变负值了因为也就是O2 在作用的关系大哥来做一点提速。这个反应就相当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减速断油的功能。如果减速的话，它油针应该是往右跑，油压表示针是往右跑。我们来试试看。这是减速断油，而且我在瞬间急速加速的时候，它供油量会增加，也就是油表它会稍微往左跑，增加供油量。我们来试试看。看到吗？这一次它先往左再往右，往左是代表供油量增加，往右的话是代表供油量减少。这个就是整个这个 KE 系统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在急速加油的时候呢，它会做瞬间补油，然后如果减速的话，它会做断油的动作。OK， 我们到车内来看一下。目前的转速大概在800转左右大哥没有开冷气大哥现在把冷气开，如果打开冷气的话，它转速应该要维持在这样的转速大哥开冷气，冷气开了，转速没有改变，因为它有怠速马达有在做提速的功能，冷气关掉，转速也没有改变，大哥来做个加油。这引擎相当顺畅。这部车子的缸体，大概这样直觉上是还不错的。油路整理好以后，整个都相当顺畅。也就引擎还算状况很好的缸体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水温目前大概在还不到60，还没有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最佳工作温度应该在60度，60度到80度之间。OK， 大哥来开冷气，大哥开冷气，然后踩刹车，我们来看它转速的变化入档 R 档，它转速稍微掉一点，但是因为有怠速马达提速的关系，所以说它转速没有掉下来，而且相当稳定。P 档 R 档 N 档转速几乎
入档的话，转速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好，大哥把引擎关掉。好，我们现在热车重新启动。我这1点就着了。状况是完全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大哥预估他应该，怎么说啊？在30年前的新车，应该有80%-90%的引擎马力的表现吧？好，我们看到哇，这个转速那混合比下更低了哈，左上角1.2，如果说今天去验车1.1，这个状况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排气管应该要喷水了没错排气管已经含水了如果加油，地上已经有水滴了，这个完全燃烧。如果以这个1.2%的左上角的1.2%的含氧量，如果换算成我们验车的吸油值的话，应该是在1%以下，可能0.几的标准4.5%吸油值应该在0.5%吧，应该这换算下来就相当可怕，所以这状况相当好了。我们看再看一次它的汽油回流量下面小数字的是在2.2 2.4左右，2.4左右。如果再扣掉我们的校正值的话，其实应该如果好的话，应该在2.5左右了。但是它因为汽油帮补状况很旧大哥也没有把它换新所以说它的数值是刚好在低标，维持低标的状态。好，我们再来试一次快速加油。这个相当顺畅。OK， 好，大哥今天的转速，我们来看一下，转速已经掉下来了这是在怠速马达在维持它的怠速的稳定因为它怠速值它的这个转速我们没办法手动控制，是由怠速马达ECU 来控制怠速马达在工作的。那每一部车子的怠速理论上是750转，但是呢会有一点偏高，有的车会800，有的车会是700。比如说这部车就大概是在700左右，那它转速表都会有点误差，可能转速表可能是在750吧，但是这个至少它车子是相当稳定的。OK， 大哥的整个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